他每天都要坐飞机，但每次都不系安全带。可就是这个习惯，却反而救了他一命。就在女孩依偎在男友身旁熟睡时，一架战斗机突然呼啸而过，紧接着就与民航飞机直接相撞，机身一下就被撕裂出了一个大洞。高空中强大的气流瞬间就将空姐和乘客都吸了出去。因为没有系安全带，女孩就这样被颠簸的飞机甩来甩去。就在气流要将她吸出机舱时，男友及时的抓住了她。可最终还是抵不住强大的气流脱了手，好在他自己反应够快，抓到了一旁的座椅，才没有被气流甩出去。但男友这边就没那么幸运，气流瞬间就将飞机撕裂成了两半，也同时带走了他。随后女孩便跟随着另一半机身开始急速下坠。这时她终于想起了安全带，赶紧将其系在了身上，剩下的便只能交给命运来裁决了。只希望这个安全带能救她一命。很快飞机离地面就只有几十米了，万幸的是这时她的下坠速度正在慢慢减缓，几秒后便直直地砸向了地面。却没想到女孩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等她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在一片树林里了。虽然侥幸逃过一劫，但小腿却被飞机残片贯穿了。好在这一下没有伤到大动脉，她想要将其拔出来，可奈何残片卡的实在是太死了，只是将其挪动一点点，就让女孩痛得几乎快要晕厥了过去。但她知道自己必须要把它拔出来，于是她再次鼓足勇气尝试。这次她使出了吃奶的劲，残片也慢慢的开始从小腿中剥离出来。终于在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喊叫中，她被拔了出来。随后女孩坐在原地缓了好半天，才从刚刚的痛苦之中缓过神来。她赶紧撕掉一截裙子，先简单的给伤口包扎了一下，紧接着她艰难的站起身来，开始拼命的呼喊男友的名字，却发现后排竟然还有一个幸存者。她兴奋的跑上前去，结果下一秒对方惨死的模样，差一点就把女孩吓晕了过去。她无助的瘫倒在地，然后就慢慢的陷入了昏迷之中。过了许久之后，一只蚊子将她从昏迷中唤醒。紧接着他就听见了直升机的轰鸣声，是当地政府派来的搜救小队。女孩赶紧扯下一旁死者身上的围巾，然后立马朝着轰鸣声的方向狂奔而去，也顾不上伤口传来的剧痛。见到直升机后，她立马挥舞起了手中的围巾，同时大声呼叫起来。可直升机却径直从她头顶飞过，好在上面的一个老头看见了她，但一旁的负责人却认为从5000公尺的高空坠落是不可能会有生还者的。刚刚那个人可能是附近露营地的厨师，看到直升机后想打个招呼而已。女孩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唯一活下去的机会从头顶飞走，却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地面人员也开始了大面积搜救，可无一例外发现的都是尸体，根本就没有幸存者。这时先前的那辆直升机在送走负责人后，决定再重新回去找一找。机长觉得那个人不像是在打招呼，更像是在求救，他们自己也有家人，所以很能理解遇难者家属的心情，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希望也不能放弃。而女孩的母亲在接到通知后也立马赶来了机场，但机场工作人员却告诉她是车祸。明明自己女儿坐的是飞机，难道这场事故是有什么隐情？为什么工作人员要刻意隐瞒？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女孩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，她想要找到男友所在的那节机身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至少也要知道对方是死是活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只老虎突然出现在了视野里，它是根据血腥味一路追踪过来的，不难看出它现在很饥饿。女孩见状赶紧慢慢的向后退去，却一个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树枝，发出的声响瞬间就吸引了老虎的注意。比起尸体，他好像对活着的女孩更加感兴趣。他被吓得直接呆愣在原地。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命丧虎口时，那辆直升机及时出现了，巨大的轰鸣声瞬间就吓跑了老虎。虽然女孩成功的捡回一条命，但也因此她与直升机再一次的擦肩而过。她还没从刚刚的惊魂之中缓过神来，伤口也在这时开始隐隐作痛了。她从口袋中掏出烟袋来，本想抽上一小口来缓解一下糟糕的心情，结果香烟早就在事故中损坏了。女孩愤怒之极，没想到现在抽根烟也成了一种奢侈。就在她不知所措时，无意间瞥了一眼手中的树枝，紧接着她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女孩回想起这架飞机要飞往的目的地是在东边，而事故发生时男友所在的位置是机头，也就代表着他掉落的方向也应该在东边。虽然现在自己手里面没有指南针，不过不要紧，男友曾经教过她如何在野外辨别方向，那就是先找到一根银针，然后再在衣服上使劲的摩擦让其产生磁性，接着再放到漂浮的树叶上。幸好这里有一个玩具熊，而它的纽扣上面就有一根银针。很快女孩就用这个方法确定了方位，随后她从河里装了一些水，然后又脱掉死者的衣服。为了更方便行动，女孩还将高跟鞋变成了平底鞋。就这样她一瘸一拐地出发了，但丛林里发出的鸟叫声也预示着这段旅程并不会顺利。没多久她就看到了一片被撞毁的树林，看来自己是找对了方向。可女孩刚高兴还没多久，就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泥沼之中。她开始拼命地挣扎，可越是挣扎陷得就越深。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忽然看到前面有一棵小树苗，女孩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使出全身力气朝着小树苗抓了过去。好在这棵小树苗还比较结实，在她被女孩连根拔起前，成功的让对方从泥沼中爬了上来。可倒霉的是总是接踵而至，就在她好不容易一瘸一拐的上到这个山坡时，由于地面太过光滑，她一个不小心又下去。虽然没有什么大碍，
但他又不得不重新爬一次，这对于小腿受伤的女孩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。就在她费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爬上来后，结果又遇到了先前的那只老虎。女孩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倒霉，本想着能从他身边悄悄绕过去，可没想到这么细微的动作还是被老虎察觉到了。这次没有了直升机的帮助，她就只能拼命的逃，老虎也紧跟其后追了上去，眼看着就快要被追上了，女孩却失足掉进了一个深坑中。过了许久，她才从昏迷中醒来。等她艰难地站起身后，赶紧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好在并没有发现老虎的身影。就在女孩以为自己得救了时，老虎却突然出现了，她赶紧躲到了一旁。好在这个家伙眼下没有发现她。随后，女孩又在路上找到了一个打火机，有了它，自己终于不用再忍饥挨饿。更重要的是可以来根小烟。紧接着，她又用找来的罐头补充了一下体力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负责人也成功的找到了肇事者。按理说，一般部队有飞行任务时都会通知民航，从而避开各自的航线，但这次却没有，导致飞行员按照原定计划飞行时，意外撞到了民航飞机。这种低级的失误一旦公之于众，那就会给军队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。所以他们暂时选择了隐瞒事情的真相。这时，另一边的女孩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机头。她心中充满了期待，因为她始终都坚信着自己的男友一定还活着。曾经的她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，总是可以找到办法解决，所以她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死掉。不过，女孩必须要先穿过这条湍急的河流，可她刚走出没几步，就被冲到了水里。好在她福大命大，最终还是成功的化险为夷，爬到了岸上。机头上的血迹也就代表了事情的严重性。随后，女孩在里面搜寻物资时，竟意外找到了一把信号枪。她立马装上子弹，对着天上打出一发。但此时搜救队并不在附近，所以根本就看不到。就在她准备打出第二发时，也及时的想到了这一点，于是又把子弹放了回去。等遇到搜救队时再发射也不迟。就在这时，气温突然骤降，她被冻得瑟瑟发抖。女孩找来一堆干树枝，本想生火取暖，可打火机却因为在水中长时间的浸泡失灵了。她知道这样下去迟早都会被冻死在这里，于是她拿起一旁的塑料袋套在了头上，这样可以很好的减少热量的流失。她就这样沉沉的睡了过去。这时，另一边两人的父母也相继赶到了事故现场，但这里却早已经被部队设防，禁止无关人员通过。女孩的爸爸和上面的领导认识，找到他就可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了，但眼下却连进去都成了一个难题。就在这时，男孩的母亲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直接冲过关卡。士兵们见状立马追了上去，可他们却小瞧了这位女士的车技，硬是追到了总部也没追上。好在关系够硬，士兵们也不再为难，男人很能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，便将其引荐给了负责人。Я вас слушаю. В этом самолете летел мой сын. Ему 19 лет. Галя, наши дети летели с свадебн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. Он упал. 听到这里，父母们再也忍不住了。 Тогда покажите мне тело моего сына. Тела не нашли. Так, значит, они еще могут быть живы? Я боюсь,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. Самолет упал с 5 километров. 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眼前的这个事实，只要还没有见到遗体，那一切都还有希望。负责人表示，搜救队一定会尽全力寻找的。在送走众人后，他向男人透露出先前直升机搜救小队发现过一个女孩。 Какая повариха? Около лагеря махала. Бортмеханик заметил. Я в лагере всех знаю. Там поварихи нету. 听到这里，负责人才恍然大悟，赶紧派出直升机展开救援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女孩发现树上有一个背包，她拿下来一看，才发现竟是男友的，里面还有自己的画像。越是看到这里，她越是伤心，曾经的点点滴滴都是那么的美好，这场意外事故却打破了这一切。她不甘心，便背上男友的背包，又再次出发。没多久，她就发现了对方。女孩看到后，就迫不及待地爬到了深坑里，丝毫不顾自己小腿上的伤势。下来后，她立马就朝着男友拥抱了上去。Мой маленький танк. Я всегда восхищался твоей смелостью. Ты у меня настоящий бойец. Ты даже сильнее, чем я. Ты что, нашла мой рюкзак? Видела мои рисунки? Да. Испортила сюрприз. Я так хотел удивить тебя. Давай застой с собой. 随后一阵直升机的轰鸣声将她从梦中唤醒，本想着马上就可以和男友一起回去了，可转头一看，只发现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她失声痛哭，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眼前的这个事实，但很快她就振作了起来。天上的男友也一定希望她能好好的活下去。随后，她就开始拼命的朝上面爬去。此时，搜救队也在四处寻找她的身影。女孩大声的呼喊，可她的声音在雨中显得是多么的渺小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个深坑现在十分的光滑，她每爬上去一次就会跌落一次。不过好在另一边的男人发现了她先前打出的那枚信号弹，当闻到上面的气味后，
他确信对方一定就在附近，赶紧大声呼喊起来。这时女孩也终于爬了上来。上来后，他不敢丝毫耽搁，赶紧用颤抖的手装好了信号弹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朝天空中发射了出去。众人一下就注意到了那抹亮光。历时3天的艰辛旅程，他终于成功的获救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或许认为飞机坠落是不可能活下来的，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981年8月24日，前苏联一架民航客机和一架军用飞机在5000米高空意外相撞坠毁。这个女人是唯一的幸存者，可这件事却一直被人故意掩盖，直到多年后才得以解封。她也因此得到了巨额赔偿。虽然她后来结婚生子，但每当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她都会想起自己的白月光，每都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。曾经的他们是多么的幸福，如果当时自己也系上了安全带，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。